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车未来》第2季第6集。这一集班德多了一个孪生兄弟，弗赖却以为他是坏人。警察局是一部源于真实生活的影片，剧中人物都由非职业演员扮演，所以他们大多数不是人。班德本来也要出演，但因为他对咖啡壶做了手脚，所以只演到第3集，而这刚好是第4集。很快，影片结束，广告时间到。忙乱的生活是否会让你感到枯燥？如果是，那就赶快来飞回过去游乐园吧。在这里，一切就像是回到了2000年，你可以重新体验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弗赖并不想回去，如果他要回去，只需要再把自己冻结起来就好了。班德却很想去看看一个没有被无情的机器充斥的贬值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尽管他自己就是机器人，但他才不管这些。3个人刚来到飞回个过去，就碰到一个抢劫犯。弗赖以为这也是乐园内容，还想跟他拍照，但事实上，把相机也给我。哎，脑子是个好东西。接下来他们来到古华尔街，未来人卖力表演，每一个举动都在讽刺古华尔街。看到还没有被破译的交通牌，莉拉问上面写着什么，弗赖回答：小屁孩，快滚！跟这一对活宝在一起，班德简直不要太开心。不过他更开心的是看见了自杀亭，结果弗赖却告诉他那是一个电话亭。不仅如此，他还告诉2人，电话亭就是用来上厕所的。于是莉拉开心的走了进去。解决完个人问题，3人来到地铁站，通过特殊方法，他们顺利进入地铁。莉拉以为这又是一个厕所，弗赖回答他其实是个免租金移动公寓。说完就准备大睡一场，但有班德在，他怎么可能睡得着？最后他们来到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领袖夏普顿的墓室，看完夏普顿的遗物和他本人，3人又通过全息投影观看旧纽约堵塞的街道。这不仅是一个堵车现场，还是一个免费交换意见的公共场所。接着他们看见原始机器人在组装汽车，也就是20世纪的流水线工作。在机器劳力的作用下，一辆绿色汽车出现在3人眼前。弗赖女朋友曾经就有这么一辆，不过是他老爸的。其实他也不是弗赖女朋友，而是他一个从不拉窗帘的邻居。弗赖上前跃跃欲试，工作人员却说不能碰文物。但一看他憨憨的长相，工作人员立马道歉，并认为弗赖也是工作人员，还把车钥匙给了他。3人成功上车，莉拉和班德却忧心忡忡，因为弗赖不会开车，只能任由汽车在乐园横冲直撞，直到撞到一个人，他们才终于停了下来。但这个人似乎有点熟悉，3人将他带回公司，经过教授的救治，他完好无损。这时大家才发现，除了那撮个性的小胡子，他几乎和班德一模一样。原来他也是压弯机，叫18，因为他的序号是3370318，而班德的序号是2716057，两个序号正好是2个数的立方和。于是2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他们不仅长得像，连兴趣爱好都一样，都喜欢美女，喜欢抽烟，更喜欢整蛊弗赖。可怜的弗赖只好默默忍受，然后向大家诉苦。18却还不放过他，弗赖忍无可忍，疯狂吐槽18。莉拉明白他为什么如此讨厌18，因为他嫉妒班德有了新朋友。弗赖否认，表示18就是班德的恶魔版。这时教授叫众人去他的卧室，他有一个私人展示。大伙一脸茫然，但还是乖乖来到卧室。教授又叫大家都上床，并拉上窗帘。好美呀！好大啊，我能摸摸吗？这是温原子单体，很稀有的元素，单是原子核就值10万，因此教授才会把它藏在床垫下。现在这个原子会镶嵌在廉价的皇冠上，而皇冠会授给在9号行星上举行的宇宙小姐选美的冠军，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该皇冠安全可靠的送到现场。如果原子被盗，星际快递公司就会破产，所以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教授让18也跟着一起去。众人很快出发，莉拉把原子放进保险柜，吩咐3人轮流值班，每人8小时，值班顺序就按照等级来排列，先是班德，最后是弗赖。弗赖对于这个安排十分不满，没想到18竟然比自己的等级还要高，而且他很不放心18独自看原子。班德说，难道因为他留了胡子，你就要给他贴上坏人的标签？那我也要给你贴上标签，那就是偏见。8个小时后，18替换班德值班，他正盯着原子，弗赖却突然出现。他坚信18一定会图谋不轨，因此决定在这看着18，直到自己值班。但8小时很快过去，18并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倒是弗赖自己没有好好值班，导致原子被盗。莉拉立即命令班德封锁飞船，班德遵命，脖子上却多了一条围巾。莉拉表面认为是18偷走原子，但实际上她同样怀疑弗赖。3人开始对飞船进行地毯般的搜索，班德却总用一张报纸遮住身体。弗赖扯掉报纸，结果他早有防备，不是穿了毛衣就是戴围巾，这引起了弗赖的极度怀疑。趁他不注意，他再次扯掉围巾，没想到他真的是班德，而18早就在飞船着陆的时候就已经逃跑了。18跑进会场，剩下3人也来到这里。莉拉提醒主持人先不要提皇冠，当主持人知道原子丢了后，
口，他拒绝签单，并让3人在选举结束前找到原子，不然就活剥了他们。3人以为这下完蛋了，却在门口看见18，他奋勇直追，2个机器人开始大战，会场被搞得一团糟。不过好在找到了原子，但凶手却不是18，而是班德。众人吃惊，原来是他趁着弗赖睡着的时候偷走了原子。18只是来告诉主持人真相，结果却被他们误会，忘他还用生命去保护原子。弗赖也终于明白，他喜欢的班德是个坏人，而讨厌的18才是好人。最后，主持人让警察带走18，扎普宣布宇宙小姐是莉拉，莉拉顿时光芒万丈。但其实真正的冠军是织女星小姐。一场荒诞可笑的闹剧总算结束。因为偏见，弗莱对18没有好感，这也成为了班德最好的作案工具。长得善良并不代表心地善良，心地善良并不代表长得善良。外貌虽然重要，但也不是我们分辨善恶的依据。我们总是喜欢将自己的思维束缚在固有的框架中，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别人。其实也不是没有能力去鉴别，而是更愿意以此为乐。在群体中，宁可偏见掩盖事实，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偏见。如同众人冤枉18，就算明白真相又如何？最后18还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好在弗赖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偏见，而生活中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偏见。比如重庆人就一定能吃辣吗？新疆人就一定要会烤羊肉串吗？诸如此例还有很多很多。最后，希望这个世界少一点偏见，多一点爱。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我是曹妮，咱们下期再见，拜拜。